你看我念一段，你听一下哈。好。全国一切城市，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，依靠工人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，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展开一个大规模的、坚决的、彻底的反对行为，反对偷税漏税，反对盗窃国家财产，反对偷工减料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三反运动。这是五反还是三反？也配合党政三反，也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、反对官僚主义斗争，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。在这个战斗中，各城市党组织、地尔阶级和群众力量必须做精密的部署，逼实质以利用矛盾，实行分化，团结多数，孤立少数的策略，在斗争中迅速形成无反的统一阵线。这种统一阵线在一个大城市中，在猛烈开展无反之后，大约有3个星期就可以形成。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阵线，那些穷凶极恶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入孤立，国家就会很能有理由的利用给他们以各种不要的惩处，例如逮捕、判刑、枪决。他是每一个细节都想得很细。所以毛主席真伟大。所以毛主席我心目中最佩服的毛泽东，再也没找不到第二个领导人。他这些文章都是他自己亲笔写的，他一般很少用秘书，有秘书是做个摆设的。一般社会小节啊、国内一些报道啊，他叫秘书去搞。但是大运动、政流政事都是他。你现在我们国家像反腐这样汹涌澎湃的一种潮流，不敢搞运动，怕发动冲突，就是没有毛泽东的策略，没有他的智慧，搞不了。他搞得了，收不了场。像文化大革命搞得动员学生去操党政派的反，接近红卫兵接近18次。学生呢有劲头，毛主席叫我来搞，只要他有劲头，他到各单位乱搞，铁打的办法什么乱搞，道听途说，也有正面的，也有反面的，有人提供线索，红卫兵的铁打的办法攻了，这样呢就形成了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所以毛主席说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，他不是动枪，他不像土改的戴高帽子把你斗垮，不是判刑，他是用思想去搞你。你有的当官的事差劲，自己腐化堕落，国家利益、人民利益置之度外，就这次学生去闹一闹、吵一吵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但是学生以后分成了派系，有左派有右派，有左派有保皇派，两个派都互相攻击。毛主席就发出指示：你们不要搞派系，要搞联合，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。下面人就听他的，就搞联合了。你们要文斗，不要武斗，他的武斗就停止了。你解放军要支持左派，不能打击群众。所以部队派各个单位县以下的、县以上的都有支左部队。他用军队来控制人民。所以毛主席相当的精干。他像井冈山跟那个国民党打仗一样，他点子太多，是吧？是。你是国民党第5次反围剿时，40万军队，井冈山只有3万多人，围成个铁桶，4个打1个，国民党还搞得不过。他这个部队背后搞一下，那个部队开头搞一下，还有一个部队的走中间切一下，把它搞得人心惶惶。再加上国民党的战斗力不强，大部分还是人民的子弟兵，有的很穷，他做新闻工作、普通工作、散发传单，也很多当兵的不愿意打这个仗，自己打自己。共产党就利用这个矛盾，就催生，也通过他们的汉奸，我们通过他的糟糕，他也怕死，
地址到他家去，后龙就这样，大刀一插，往地上一插，你拿粮来，拿什么都拿着，不拿我就要你命。那地址都怕，要命是怕的，都想保命的，是吧？所以他们都是令这个穷人造反，越穷造反精神越好，越听共产党的话，自己反正都是死，在家里也地址国民党要给他死，不是在正常的死。所以这个是观念，他的观念就被毛主席赤化。那毛主席说：“我们搞革命是为大多数。”他有一次有个18岁的小孩，他逃跑，跟红军这次抓回来是有的是有酷刑的、鞭打、打伤的，有的甚至枪毙的。毛主席举了一个例子，一个18岁，他过去，娃子啊，你怎么了？他说：“我想妈，我想娘。”他说：“娘。”毛主席这个人最善心、最慈善，把他放掉，给他2个大洋。回去，你如果说你想来，你再来。他是做工作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是做群众思想工作，他是感动了很多可怜人，感动好多想走而不敢走，而不想走。跟这样的队伍打仗，是南瓜党，当官的也是吃南瓜党，全不一，当官的也是全不一，也没有什么特殊，所以他这个队伍就打胜仗。毛主席搞3大纪律发扬主义，是在金刚山跟朱德2个人搞起来。到农民家的睡稻草，你走了稻草要捆好，门板要上好，不能正称重一丝一毫，一针一线。他的纪律相当的严明，他自己带头，所以我看到他搞了个3反5反，确实是想得周到。他一搞了个开展5反之后，就3个星期就可以形成，全国1反起，3个星期就形成，也很有理由的给他们这个顽固的法分子、顽固的资本家、顽固的地主，进行逮捕，戴高帽子，就地镇压。但他又说得清楚，那些有邪债的，不杀不足1瓶棉分的，坚决的杀掉。那是没有什么名分，他官职是比较大，又不在当地，在很远的地方当官，这种人呢就不要轻易杀他，要做好统一工作，判他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以观后效，表现好可以改造过来成为新人。你看这个政策多灵活呀，是吧？原来土改开始是吃危机吧，吃危机就可以有执行杀人的权利。以后政权巩固以后，慢慢把权力收到县里，县里收到地区以后收到省里，最后杀人的权利都收到中央。这毛主席一套一套的，建国呀，这个建军呀，军队呀，都是一套一套的。像现在这么多贪官，也是毛主席他们一套。他就会制定政策，多少万杀掉，多少万判处死刑、监外执行，多少无期徒刑，多少有期徒刑，多少戴上帽子叫群众监督。他是一层一层，人家有福气，群众也激动。就是犯罪本人他也心悦诚服，在区别地带不是统统杀掉。一个是要做出正贼来，让他服气；第二个是他要把他的思想改造好，就里那个剥削阶级细分出剥削人、欺压人，那个思想彻底改掉，他就能够跟劳苦大众一起成为新人。你劳动工分也照你计，你10分也给你10分，过年分配也给这样钱分给你，不是说像现在有人是发大财，他做事很有理有利有节，不是那样乱搞。你看我是有切身体会，我那边
它叫斗批改。嗯，到69年9大召开以后，他就成立革命委员会，就实现走过山河一片红，所有的单位都成立革委会。嗯，组织形式已经决定了，现在就是措施要到位，要通过这个组织，它是党政合一的，那时候单位没有单独工作，是既是党的组织又是政府组织，叫革命委员会。他在号召全国通过莫大命实现斗批改，斗批判斗争，斗就是写劳动报也是斗，开批判会也是斗，开民主生活会也是斗，这叫斗。批不但要斗，要挖出根子来，这里面是什么问题造成你的错误，一定要深刻认识，要用毛主席发表很多文章为指示，对照批判那边说人家好吃懒做，就用为人民服务来教育别人。对，像你这样的社会成社会吗？不管是教育哪一个，在单位教育是单位，在生产队教育是设备，在工厂教育工人，全国人都受教育。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先学毛主席语录，再学中央发表的社论，当时有三块，这个最顶级的报社，人民日报、解放春报、文汇报。上次我们去看的是文汇报吗？对，文汇报，这是党报，党的好水，他对党中央的政策呀、方针呀、部署呀，他的报纸首先发表出来，登出来，通过斗，再到了批，因为你领导要心服口服的，我有官僚主义，我各处脱离群众，下乡的还带个手杖草，凳子还要擦一下，严重脱离群众，是不是？就是用这个势力来教育人，还有自己下乡还不敢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有资产阶级思想，有修正主义思想，想通透享路，想享受，想过幸福生活，吃的好玩的好，严重脱离群众，我对不起他，对不起群众，他就要做深刻检讨，检讨了以后，就要制定你这个单位针对这个问题怎么改，所以他叫斗批改。那个改，那都个人也要改，单位也要改。你医疗部门，毛主席说把农村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要放到农村去，那你卫生局在讨论如何落实毛主席这个指示。你落实怎么落实呢？人要下去，要带设备下去，人下去，知识分子有文化人要到农村去，提高医疗卫生所的业务能力，提高直销医师的业务水平，他就成了改了。你不像现在好设备好医师都在县医，那他就地区医省医，那就是倒挂了。所以现在行为受贿的人往往都是那高级知识分子、专家学者，是吧？商业主力它是8大公司，它就基本上是在县城，富士、百货、针织、暖杂、药材、五金、酒店、食品，等等，它8大公司合并，粮食、供销、商业就合并为商业制，有的叫粮商制。合并以后人就精简了很多，各个科室也少了好多，办事人也少了好多。那么你人多了，他是官僚主义高高在上，这个各自为政，这个单位也搞个政策，那个单位搞个政策，小民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。他只有精简机构、精简人，你没有那么多精力支持分支啊，所以他在改，这就是其中我举的一个例子，是不是？改，我们以后我们粮食部门我都知道，执委机关有一个粮管所，下面公社都叫粮站，
站都被锁轨，锁轨主轨，他的一杆子操到的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公社里，既是公社副主任，也管当地财贸单位。那是财贸单位，就是粮食、商业、学校、文教卫生、税务、药材等等几十个单位。你这样办事效率又高，人少啊。但是下面他有粮站，又跟群众直接打交道，群众也吃亏了，又得利了。那你点多为群众服务，像我们出粮原来是坐店等客，送货上门，以后改为下面到大地里去设粮点，人家送粮就是直接送大地的可以。这叫提高服务态度，改善服务质量，也是工作的一种改革，也是工作的一种转变。群众受益啊！你本来原来要调到公社去，就有的调几十里送粮，他现在到市场地去收，到大地去收，这是通过毛大运斗会改，这是我亲身经历。现在那个单位越来越多，人否如是，是吧？像公安部门，一个县也是200-300个人，现在一个公安局就200-300个人，后面下面派出所。现在是群众不让管事，没让群众管事，所以搞了再多的公安、公检法、社会治安，还是管不好的。根源上没抓住哈。群众管事有一个基本要点，要让群众武装思想、武装头脑，他的思想要跟中央是保持一致。那他的支持你，群众有什么反应，你要跟他解决；群众有什么问题，你要跟他解决。那么群众愿意跟你一起配合工作。这是我所体会哈。那种社会还是算是比较先进，我认为是先进，不见得市场经济是先进。市场经济先进是以后邓小平拼命的夸大这个市场经济，而且是他跟刘少奇那个时候要搞分田到户，毛主席不同意，他掌权的时候他没实现，毛主席死了以后他就实现了，他就乱搞。他让一部分人先富，这个提法是错误。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的？其他人就不富啊？他是先富带后富，你带得了吗？人家几个亿的人，几十个亿的人，有几个困难富啊？很不现实的。所以现在他这个说话都是没有什么道理，现在个个都搞钱，钱都变成了私有财产，他都是为自己的利，所以他没有心思跟大众搞。他而且从大众身上索取，增加税收啊，老百姓卖点菜呀什么，都说是维护市场秩序，都缴掉或者罚款，这个就跟群众背道而驰。这个就不怎么好说啊。现在医院也是这样的，最近不是医院医疗系统有反腐风暴。现在有一个医生是上海是哪里，12个亿啊。是我看见的，夸张啊！现在是院长腐败，科室的人腐败，专业人才腐败。你说哪个可怜人说有心脏病要开刀，都生怕他死的，家里人肯定怕他死，他就迟迟不开刀，或者是慢拖，等你送了红包，他再给你开刀，他不是不给你开，排不过来，你要排队，那就坑人了，都是。我2015年脑梗得了，我跟医师那生病的时候吵了一架，吵架了，吵什么？他给我安一个44号病床，44号床是吧？病床，那个床头床的中间呢有竖了一根梁，竖了一根梁，特别不吉利啊。一般来讲，这个床位没人住，没人安排，对吧？他就把那个中间要移开的，不能压得人家胸嘛。中国人是很忌讳这些啊。你买房子逢4就不要了，4、14、24、34、44，他搞一个其他的，+1+2，他搞了个名堂。
但是我都不肯定。那个意思是，你不要放火，他说你也不要，你就住走廊上，就住走廊上。我说不可能的。他说那呢，你这个意思表示一下，意思要我送礼。我这个人是老党人了，我说叫我拿1分钱，我是最讨厌的。我说办不到，你不出院我就跟你闹，不要我住我就跟你闹。以后还是我儿子出面找了他一个战友在医院的科室里面，他是管基层医院的，管那个基层医院，管那个住院部啊，这都是他管。叫他打个电话，他赶紧给我安一个好的6号，马上就变了位，安一个好位置，是太现实了哈。可见我举这个小例子，医院腐败到什么程度？一是为了多开处方，那个医药代表直接找医生，我这个药哈，你多开，我都跟你讲。他就不管哪里什么人，都把这个药开给他，他就成了红利。1万块钱，你可以给多少钱？另外，医药代表他送了多少钱？这个害死了医师。也有的医师不见得是很想这个钱，凭本事吃饭。原来我记得我拿命的时候，我说我肚子好疼，那医生也是，算了，开3粒。统一送，1餐吃1粒，吃3天，吃3餐，第2天好了就好了。3粒是9毛钱，2、3毛钱，2毛钱、3毛钱。你现在都没办法，全国都搞乱套了，不光是卫生、商业、粮食、工业，包括部队，都搞乱了。所以我为什么喜欢看毛泽东写的东西？人是老了，也学了也没用。但是对我确实心里很踏实。我跟我儿子总是说，我们不想当官，也不想搞钱，只能有碗饭吃，有组织管理，好好为老百姓服务，不要欺负群众。我回来有时候我旁敲侧击啊，我就说的。今天他回来了，就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。父子2个吵架，他生了一个小孩子4个月，他老婆呢就推他一下，他老板放火就打他，就闹到派出所去了。派出所其他人呢，那些打人呢，就把他放那个拘留室，就关了。一般人来讲呢，像这样的情况是调解，没有发生刑事问题，只能说服教育，不能关人。我儿子说，我一问情况，我就赶紧把他放出来，我就跟他做教育，你这样不行了，你暂时不能走，在派出所先检查，你老婆有些还要喂奶，我开车子送她回去，他领导都不认着，在市区人，我说你这样做是对，在做思想工作，人家太棒，他跟我说，我就举个例子说给你听。说明我儿子呢，在工作方法上还是比较同情老百姓的，也是走群众路线的，很棒哈。是应该这样。那有的一副日黑，你骂他，他就凶他，那就不好。万事都要讲道理，不能让人家生气。他在这种环境下面还能做到这点，很不错了。不能让人家生气，不能让人家记仇。记仇你就做过头。好，谢谢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哈。